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作为中国人，或者说华人，甚至只要你跟中国有打一点点交道，你都会听到中国特色这个词。而且上一期视频我们也提到了爱国在中国特色下的特色定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，顺便一起深度挖掘香港问题的本质，还会解释为什么中国跨5个时区却只有1个时间，貌似不相干的东西却有关联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Klaus 我呢最近做了个梦，在梦里做视频赚不到钱，最后不得不开一家羊肉馆为生。但是羊肉太贵了，所以我就用狗肉代替。有一天客人提出抗议，质问我，你们卖的这个是羊肉吗？为什么味道这么奇怪？我说，我们这个是特色羊肉。客人又问，那你们这个特色羊肉是不是羊肉？我说，卖正宗羊肉是白纸黑字写进我们店规的。客人就说，别跟我扯什么店规，我就怀疑这不是羊肉，你就说是还是不是。我又说，是不是羊肉我们店里员工最清楚，我们的特色羊肉是最适合我们店的发展模式。客人急眼了，当然你们员工最清楚，可你们后厨外人不得入内，我就问你，你的这个特色羊肉是羊肉还不是羊肉？我说，真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。你知道我们的特色羊肉让多少人脱贫致富，我们开了多少家分店，创造了多少经济吗？你这么问，带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傲慢，伤害了我们全体特色羊肉馆10几万员工的感情。我代表每一位员工对你和你的全家提出最严厉的谴责和抗议。最后客人被气得吐血身亡，而且我还得到了员工们的一致称赞。哇哦 Klaus 好厉害，真是扬我电威。最后我圈粉一片，名利双收，真是一场好梦啊。大家学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有关中国人权、民主和言论自由等尖锐问题的策略。说白了，特色就是挂羊头卖狗肉。逻辑上讲，特色就是对已有的东西进行重新定义。比如你去买了个苹果，吃了一口是梨子味的，你问店家为什么是梨子味，店家说，我卖的这个苹果啊，是特色苹果，植入了梨子基因，特色苹果也就不再是苹果了，已经对苹果进行了改造和重新定义。当然在逻辑上讲，这种重新定义不意味着比以前好了，也不意味着比以前差了，只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新东西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用特色外表包装的反而令人不放心，特别是在买东西的时候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买东西被好看的包装给骗了，或者被商家特色的语言给骗了。可能有人还记得10几年前中国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，是和3鹿奶粉、地沟油齐名的苏丹红事件。商家用致癌物质苏丹红染红鸭蛋，称为特色鸭蛋，声称是散养的，所以有特殊颜色，简称特色，更健康。红心蛋很快流行起来，一时间几乎全国人民都在吃红心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身边，我们都是喜欢那种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心直口快的人。对于喜欢用华丽的词藻，用特色的方式，广东话说叫猴发发的那种人是讨厌的。可是当这种人有了地位和很多 title 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人反而就喜欢了呢？这就是所谓的崇拜权威。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有鲁迅先生所讲的奴性，是民族劣根？我是不相信这个的。在基因学上讲，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都有 99% 的相似度，大家都是人，能有多大差别呢？怎么可能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有这种劣根？这种对权威的崇拜肯定是后天的，而不是先天的。既然是后天的，就可以改变。既然可以改变，那想做教育家的 Klaus 就有发挥的空间了。其实这种劣根也是一种中国特色，就像本来健康的鸭蛋一样，被特色染成了红色。所以说，中国特色就是对中国奇怪现象的一种掩饰，也就是英文里说的 sugarcoat。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的逻辑推论。视频如果到这里结束了还不够深刻，肯定满足不了我们观众的智商。我对中国特色还有另一个见解，中国特色就是没有特色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
在中国生活的朋友们可能发现了一种现象，就是中国去到哪里都大同小异，而真正有特色的地方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就是殖民地。北京、西安、南京特色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青岛、上海、香港有特色的都是殖民地。49年建立的伪政权就没有留下什么有特色的东西。而且大家也都发现了，中国对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，对地方文化和语言的打击非常严重。我认识的很多少数民族朋友都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，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，很多地方文化和语言也在消失。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贵在多样性，百花齐放，但中共为了洗脑方便，统一文化、统一思想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扼杀得太严重。文化大革命只是最严重的一段时期，其实这种对文化的扼杀是一直存在的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而且这也是香港问题的根本所在。归根结底，香港问题就是因为香港有特色，而中国虽然天天说特色，但其实中国最不想要的就是特色，特色就是不同，而中国想把香港变成跟大陆一样，变成第二个深圳，而香港人想保持自己的特色，这就是香港和中国最根本的矛盾。试想一下，中国那么大，跨5个时区却只有一个时间，叫北京时间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子，还真是特色。中华民国大陆执政时期也是有5个时间，而现在新疆西藏到了中午才天亮，就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概念，为了权力和统一，连自然规律都不遵守，他们能给你什么特色呢？在中共之下，中华民族只有一种文化，只有一种语言，是迟早的事。所以在中国这个特色的国家里面，特色既是特色又没有特色，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特色，都把我给特色晕了。看似矛盾却又共存，大家没晕就好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请帮助我们传播我们的思想和频道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